一次次寻找，又一次次失去。失去根据地的中央红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落脚点。4渡赤水后，跳出包围圈的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云南是滇军龙云的地盘，对于中央红军而言，前有滇军，后有薛岳的中央军，仍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这是云南省曲靖县郊外的一所道观。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这里成为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大军在周围集结。此时的中央红军手头只有一张云南略图，上面简略的标识让数万大军的行动部署几乎无从入手。事情的转机极具偶然性。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沿滇黔公路行进时，截获了一辆龙云的汽车，车里竟然携带着10份军事地图。这个事情当然是偶然的了。说当时这个红军开玩笑嘛，这个当年这个刘备进四川有张松线地图嘛，这个红军进云南又有龙云线地图嘛。截获的地图让中央红军如获至宝，这是1比10万的高精度地图。详尽的标识让中革军委迅速做出渡江计划。此时，另一支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也在寻找着前进的方向。早在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的第4次围剿中，被迫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经过2个月的长途奔袭，他们来到了陕西、四川交界处的德汉城。这里群山拱卫，物产丰饶。当年汉高祖刘邦正是以此为后方争霸天下，德汉城的名字即来源于此。红四方面军到达这里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为根据地最高领导人，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在鼎盛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2大苏区。毛泽东就曾经这样评价：川陕苏区使得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电报，要求他们全力向西进攻，策应即将北渡长江的中央红军。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工农红军的2大主力开始了艰难的汇聚。4月29日，进入云南的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金沙江，这也是唯一的选择。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昆仑山、横断山奔腾而来，在川滇交界的大山里缠绕穿行。表面看波澜不惊，其实涡流险恶。怎么过江，全军上下都在等着指示。5月2日，中革军委到达陆劝科渡，在这里下定了渡江的决心。图上的部署是：左纵队红一军团从龙街方向过，右纵队红三军团从红门方向过，中央纵队和红五军团从皎平渡方向过。这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蒋介石又从贵阳飞往了重庆，在他看来，中央红军先向西入滇，又掉头北上，渡江入川的意图已很清楚。于是他决定把大本营扎在四川。国民党扫荡报在险要位置报道，国军追剿甚急，薛岳先头部队已经过了白水，刘文辉也奉命出动。扼守金沙江渡口的川军最狠的一招是想把渡口的船全都掳到北岸去。但川军没想到红军能来得那么快，没等他们把船全掳走，中央红军干部团就赶到了皎平渡，很快渡过了江。可是龙街渡和红门渡的情况就复杂多了。在龙街渡，红一军团连战了2天，桥都没有架起来。平日深藏不露的林彪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电话里骂起人来。在红门渡，红三军团虽然架起了浮桥，但只渡过了1个团，浮桥便被激流冲垮了。全军渡江的通道只剩下了一个皎平渡，如果渡不过，就有被隔断的危险。过不了江，我们会处于一种背水而战的地步。实际这个时间的时候，中央已经做过比较坏的打算，甚至某一方面还是我们之前就让红军分散打游击，这个计划就有过的。你现在从一些电报当中可以看到就说认为如果红军万一被打散以后怎么办？那就分散打游击，有过这种打算。大部队都聚集到了河滩上，李德也在其中。30多年后，他在书中回忆了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巧胜北岸守军的情景。他写道，刘伯承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戴上清楚明显的蓝白2色国民党帽徽，他自己穿着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服登上了北岸，几乎一枪未放就解决了战斗。红军长征中著名的巧渡金沙江，就是以这样颇带戏剧性的场面开始的。更为重要的是，刘伯承在北岸共找到了7条船，这是全军渡江的希望。兴奋的刘伯承立即给朱德发出电报，皎平渡有船7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事中，作战电文浩如烟海，但有几封关键性的电报，战史专家们会逐句地背诵下来。刘伯承这封看似波澜不惊的电报就是其中之一。然后中央得到这个指令非常高兴，就命令红军全部向这边聚集，说刘伯承也是亲自站在这个地方指挥渡江，说至今在钟鼓山下，在金沙江畔有一块巨石，传说吧说当年刘伯承就站在这个石头上指挥红军渡江，说这块石头今天叫将军石。5月4日，毛泽东等人先行渡过金沙江，中革军委指挥所随即开设在北岸的一排崖洞里，从这里可以俯瞰渡口。同一天，国民党扫荡报就做了朱毛渡江窜入川境的报道。蒋介石紧急命令国民党追剿军全力向金沙江推进，严令各部队要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现奸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很快，万耀煌的第13师就追到了团街，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奉命阻击，
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改了3次，从最初阻击3天3夜改为6天6夜，最后又改成了9天9夜。红五军团用血与火为皎平渡筑起了一道屏障。在渡口受阻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赶到了皎平渡。大军集结，这是中央红军的生命之度。7条木船昼夜不停，并非平滑的摆渡，而是惊险迭出，随时有可能被隔断的抢运。在江北的崖洞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都心急如焚地注视着渡口。这是纠结人心的9天9夜。在此期间，4渡赤水后在乌江北岸担负调敌任务的红9军团，也在会泽以西渡过了金沙江，与大部队合拢。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皎平渡终于安静了下来。蒋介石急忙飞到了昆明。从镜头上看，走在蒋介石身边的龙云显得有些小心翼翼。据当日报道，为迎接蒋介石的到来，当地组织的欢迎队伍就延绵了10多里。在云南大学会泽院里，龙云为蒋介石夫妇举办了提灯晚会。没有阻拦住中央红军的云南王，在刻意营造着一种欢乐的氛围。确实，红军北渡入川，对于他应该算是一种胜利。此时，中央红军已经集结到了会理。位于四川西南部的会理是古丝绸之路必经的要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当年驻守会理城的就是刚刚失守皎平渡的刘元堂。已无退路的刘元堂决心死守。空军也加入了战斗。据当时的飞行记录，从金沙江到会理，蒋军出动的可赛式侦察轰炸机有60多个架次，飞行时长为190多个小时。为了给刘元堂打气，蒋介石从昆明专门飞到会理，从空中投下信带、手令，晋升刘元堂为陆军中将。就在战斗打得激烈焦灼的时刻，中共中央在会理城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议是毛泽东提议的，焦点集中在对4渡赤水作战的理解。可能现在大概比较关注的还是林彪那封信，因为他说了，我们呢犯的兵家大忌，我们走的不是攻贤路，我们走的是攻备路，在这样指挥下就会失败。因为在这个作战中间，它的思想统一它是有个过程的，特别是这种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是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敌情的变化来做判断的，是吧？所以他这个想不通。长征在后人看是伟大的，但伟大从来以苦难为代价。4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几个月时东时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每日不是渡河就是爬山，走新路也走老路，甚至走冤枉路，人们感到极度疲劳。李德对那一段行军也记忆深刻，他回忆说，有一天夜里，当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
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我才醒了过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怀疑上级的指挥成为一种普遍情绪。这种情绪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不能回避矛盾，但条件不成熟，毛泽东便不行动。到了会理，部队一休整，解决问题的条件成熟了。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建议，在会理城外铁厂的山坡洼地上，临时搭起了一个草棚里，会议开了3天，大家睡了3天地铺。就是在有一些指挥员意见比较大的情况下，毛泽东呢还是批驳了那些呢就是想更换领导的意见，而且指出嘛，中央北上的决定是正确的，大家不要有什么怀疑了。这个时候呢要坚决北上，通过宜宾区，渡过大渡河，然后同红四方面局会合。会理会议确定这个方针，应该说这是会理会议的主流。最后，张闻天代表中央做了结论。无论站在历史还是今天来看，会理会议在统一中央红军的作战思想，克服存在的消极情绪，确定新的前进方向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杨尚昆所说，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从会理北上，沿安宁河谷前进，这里曾是四川西南部最荒凉的地区，是彝族人聚居的地方。刘伯承率先遣队开进时，便在这里遭到了彝族人的攻击。按说以红军的武力解决彝族人武装毫无问题，但红军坚持不还手，不放枪，想方设法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宁静的沂海记下了彝族首领小叶丹与红军将领刘伯承歃血结盟的动人故事。在人格上获得平等对待的彝族兄弟，向红军敞开了他们淳朴的心灵之窗。歃血结盟的故事，不是红军为了借路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它浓缩着共产党与人民心心相印的情感。小叶丹后来被国民党以通共为名而杀害。临行前，他对弟弟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我死了以后，你要告诉刘司令，我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这一时期，离开了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又发起了土门战役。扫清障碍后，再兵分3路西渡岷江，又相继占领了茂县、汶川、黑水、理番，控制了川西北的大片区域。此时的蒋介石已不用怀疑自己的判断，中国工农红军2支最重要的部队已经同处一个省内，而且眼看就要会合了。他断定企图会师的朱毛必渡大渡河北上。红军长征中，蒋介石曾亲自组织过3次大规模的围歼计划。第一次，他以湘江为屏障，企图把红军歼灭在萧水、湘江之间。第2次是红军在鲁班场失利后，他企图在乌江与长江之间围歼红军。
现在刚刚痛失金沙江的蒋介石，要组织他的第3次剿匪计划——大渡河会战。战机不能再试。5月21日，蒋介石由昆明飞往贵阳。5月22日，他又从贵阳飞到重庆。蒋介石在给行营主任贺国光的手令中称，我军的主要战略是防止两路共匪会合。他要求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杨森部第20、25军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北岸的防御力量。川军第3、第5路军向邛崃、茂公、宝兴一带移动，同时布防名山、庐山、天泉、雅安一带，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他在电令中说：“今共军入此汉夷杂处，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不石达开复者。”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面最宽处达300多米，水深3、4丈，两岸悬崖陡立，素称天险。安顺场渡口位于大渡河中游，对于数万大军而言，地势相对平坦的安顺场几乎就是唯一的渡口。大渡河那地方有个什么特点呢？刚好石达开在那失败，跟毛泽东那个第5道呢相差是72年，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他那个太平军转战，就到了大渡河，后有追兵，前有天险。后来的话呢，几次冲都冲不过去，最后石达开怎么样？石达开也没有办法了，抵抗没有意义了，所以呢，叫他一些亲属投降了，带了他的儿子到清军大营，跟那个清军那个总督那个骆秉章就讲：“我这个队伍都是老弱病残，现在我就在这要杀要剐随你，但是呢，我的这个部下你放他们回家种地去。”我的四川总督那个骆秉章呢，就说放下武器，那个太平军全被他杀死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石达开是被叫做凌迟处死，就在成都。我们站在当年石达开渡河的对岸，地形一目了然。松林河、大渡河，还有因石达开在此安营扎寨而得名的营盘山，几乎与石达开是同一条行军路线，又是同一个涨水的季节，在同一个地点。赶到这里的中央红军一旦渡河无望，安顺场就是一个毫无回旋余地的死胡同。那个蒋介石就派电报给那个杨森，说你们谁当骆秉章，现在你就是骆秉章，你要起这个作用。现在中毛红军又被挡在这儿了，就没有想到红军他不是太平军，朱德、毛泽东也不是石达开呀，这是他没估计到的。在前往安顺场的路上，先遣司令刘伯承就不断地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大雨中，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在杨得志率领下向安顺场扑去。在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船终于找到了，但是只有一条。这艘停在大渡河渡口的桥首木船，就是按照当年的比例和造型仿制的。这样的一条船最多坐40个人，往返一次1个多小时，
全军渡河要1个多月。大部队正陆续往渡口集结，刘伯承心急如焚，他只能将找船的希望寄托在河对岸。对岸就是严密防守的川军，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开始了。一条小船寄托着全军的渡河希望。在密集的炮火中，担任强渡任务的17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冲上了大渡河东岸，在大渡河防线打开了一个缺口。渡口成功占领了，但是关乎红军命运的渡船却没有找到。倾盆大雨中，毛泽东到达安顺场。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曾经见过石达开的老秀才。问起当年的事，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此时，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大渡河岸已是重兵集结。中央红军后方是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剿军，西面滇军孙度部沿雅龙江布防，东面川军杨三部和郭勋祺部联合设防。红军已无任何退路，而且也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了。一个新的方案很快形成。中革军委认为，全军集中安顺场渡河已不可能，唯一的出路是到大渡河的上游去抢夺泸定桥。于是决定让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1个师和干部团从安顺场渡河，组成右纵队，沿河东往泸定；大部队组成左纵队，沿河西往泸定。兵分2路，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毛泽东沉重地说：假如2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伯承、聂荣臻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横跨于大渡河之上，离安顺场160多公里。此桥长100多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吊在大渡河上。桥建于康熙44年，是川藏交通的要冲。桥下高崖夹峙中的大渡河，惊涛骇浪，咆哮奔突。红军抢夺泸定桥的情报，当天就被国民党军截获了。蒋介石又从重庆飞到成都，亲自督战。本来慢腾腾行军的川军开始加速，对手间为争夺泸定桥开始了一场不见面的赛跑。今天从安顺场向北往泸定走，河东有一条很好的路，但西岸依然没有大路。左纵队领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开路，红4团团长叫王开湘，政委是杨成武。头一天，红4团往前开进了几十里，上级认为还太慢，傍晚在来电中把夺桥的时间又往前提1天。红一军团首长在电报里说：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突破过去1天里跑160华里的记录。接下来，4团用特有的顽强意志，
创造了陆军战史上徒步行军最快的奇迹。黑夜中的大渡河上出现了一道奇观，东岸有一条火龙，那是增援泸定的川军；西岸也有一条火龙，那是红四团。两条火龙齐头并进，目标都是100多公里外的泸定桥。因为对面这个川军2个旅也是夹江而上，但是那个川军不知道对面这是什么队伍啊。咱们这边来讲就喊我们这是什么川军哪个部队，因为川军他这个各个番号呢杂七杂八的，他也搞不清楚，以为是他们自己人的，所以说双方打着这个火把，这个夹江而上。这个时候红军就着急了，你赶快的快走，赶在他们前头。正好这时候下起雨来了，一下雨就体现到两支军队的素质不一样了。川军一看下雨了，赶快找当地的房子住宿了。红军以更快的速度向泸定桥奔去。杨成武回忆说，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3步一滑，5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我问过杨成武，他讲嘛，这个24小时走了200里路，还是崎岖山路，那是一生中间他从来没有在短时间走过这么长的路啊，当时叫要桥不要命啊。经过1天1夜的长途奔袭，红四团终于赶到泸定桥西头。此刻100多米长的泸定桥铁索空悬，桥面上铺的木板已经被防守的敌军全部拆除。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第一次看到泸定桥时的感觉，他说，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1935年5月29日下午4点，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一个刚懂事的孩子站在桥西街的家里，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听到打的闹的，我就跑起过来。红军对敌人的火力点打，敌人的这个地堡也在朝对面和朝西岸打，堵塞这个红军的。今天已将近90岁的老人依然记得那惊心动魄的一刻。这条街找我找不到，我没得那个喊我这个名字，晓得不？98岁的李国秀至今珍藏着一块当年红军用来铺桥的门板。门房都在哈，门房一对都在。川军拆走了桥板，老百姓捐出了门板。红四团2连22名突击队员由2连连长廖大珠带领，攀着铁索向对岸冲去。泸定桥这件事情，有人跟我探讨过。那个四川军阀他为什么不炸桥？你后来根据分析和相关的史料认定，这个川军呢，他根本他没有想象到有人敢爬这个桥，你知道吗？既然没有人敢爬，有必要炸这个桥吗？桥板一抽，那边机枪一架，有人敢爬吗？没有想到，这个红军竟然冲过去。后来有一些这个四川那个兵啊，见过以后审问他们，说你们当时怎么样？他说当时我们感到很惊讶，有人敢爬这个桥。一开始我们就看了，是吧？也可能是枪口抬高1寸，真正快爬到中间，他躺着的时候已经晚了，冲过去了。这个事情是一个奇迹。5月30日凌晨，
刘伯承率领的右纵队赶到泸定桥。此时，泸定桥已经在9个小时前被四团成功夺占了。虽然是深夜，刘伯承却执意要去看一看。从军23年，经过无数胜败，还从未有一回像大渡河这样令他感情澎湃。如果泸定桥不能夺占，假如两路不能会合，必然出现毛泽东说的那种局面。一旦红军被分割，中国革命又将徒增多少牺牲和艰难。从桥东走到桥西，又从桥西折回桥东，刘伯承摸着铁索，看了又看。独眼军神的眼中渗出了泪水。渡过大渡河的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两支主力红军已经越来越近了。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红25师从里番出发，进占茂公、达维，寻找中央红军。他们沿途不断遭遇川军的阻击。进占达维后，先头部队依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位置，他们派出小分队前往夹金山继续寻找。此时的中央红军正在夹金山的另一侧艰难地往上攀爬着。夹金山海拔4124米，这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在当地人讲嘛，过山必须有几个条件，一个是要穿得厚，再一个来讲呢要喝酒，而且来讲呢要选这个气象条件好的时候。这几条当时红军都办不到，因为时间紧迫呀，你不能等着这个晴天很好的时候。另外当时2万来人，你从哪儿给这些人都搞票去？山下根本办不到。当时有几个规定，第一个规定呢，就是没有上千以前呢，大家都喝辣椒水，喝辣椒水呢，就是身上血脉啊流通了。第二个，走在路上不能停，停下来以后啊，脚趾冻僵了，不能走了。第三，不能乱走，掉在血坑里就拔不出来了。再一个呢，是山上不准大声喧嚷，喧嚷以后空气稀薄。6月12日上午9点，部队开始往上爬。经过长时间的作战行军，战士们的体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有的战士只能跪在地上爬行前进。不到30岁的军团长林彪不断昏厥，年近60岁的董必武也在其中。他回忆说，空气越来越稀薄，那些坐下来休息喘气的就在原地冻僵。规定不能够坐下来，那是确实只能老老实实走，一个跟一个，不坐下来不像话，走。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难爬行，先头部队红四团翻过了山顶。这天下午，当红四团的官兵到达山脚下的达维乡时，突然听到了一阵枪声。他们发现远处的树林里有一支军队在跳动。杨成武记录下了这意外遇到战友的动人时刻。一个侦察员飞奔而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与此同时，山下传来了“我们是四方面军”的喊声，整个山谷响起了一片欢呼。
万万没有想到，200多天，1万多里的征战，就在这夹金山下会见了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同志。达维河上的这座木桥，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会师后，达维乡喇叭庙里住满了红军，毛泽东住在了厢房中。会师带来的兴奋情绪在每个人的心头奔腾起伏。许多红军战士回忆说，漫长的征战途中，从来没有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睡过觉，却又久久不能入睡。这一天晚上，毛泽东也久久不能入睡。会师后的红军该向哪里走呢？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命运？一切都还是未知数。